夜燈光下的秘密心事。白鹿與王鶴棣的東光之約。冬夜的上海總是帶着一種能將人心輕輕包裹住的魔力，城市因為寒意而顯得清醒，卻又因為燈光而變得柔軟。紫金色的霓虹倒映在濕潤的地面上，像流動的星河，隨着行人的腳步輕輕波動。而就在這座不眠的城市中心，一段秘密正悄悄醞釀，一場只屬於他們與粉絲的溫暖故事靜靜展開。那天夜裡，白鹿將口罩戴得很穩，帽檐壓低到幾乎遮住了眼睛。他知道，即便只是露出一小半側臉，也足以讓熟悉的粉絲在人群中認出他。習慣了鎂光燈、紅地毯和長槍短炮的他，此刻卻像個偷偷溜出宮殿的公主，心跳因為未知與期待而加速。不同的是，今晚沒有華麗的舞台，沒有喧囂的喝彩。他不是明星白鹿，而是以最真實的姿態前往一場隱藏在冬夜裡的秘密，相會一場只有20位粉絲知道的冬季特別見面。這並不是他的主意，而是來自電話另一端的聲音。我們的粉絲等我們很久了。王鶴棣那天在電話中這樣說，語氣中帶着難以掩飾的興奮與淘氣。這一次，讓我們給他們一個永生難忘的夜晚。雙引號，他的聲音總是這樣明亮、跳躍，充滿生命力，卻又有一點點不按牌理出牌的神秘感，讓人永遠猜不透下一秒他會說什麼、做什麼。白鹿明明已經習慣，卻還是會因為這份不可預測而被牽動。走進秘密安排的私人工作室時，他愣住了。暖白的燈串像雪光落在空中，輕盈閃爍。純白玫瑰沿桌邊整齊排開，散發出冬日特有的冷香。銀色的幕布如同剛落下的雪片，在光中微微閃爍。整個空間仿佛不是現實，而是童話的延伸。你來了，身後傳來那熟悉的聲音。他回頭，看見穿着羊毛外套、頭髮微亂的王鶴棣正微笑着向他走來。那笑容帶着風一樣的氣息，隨意，卻足以讓原本冰冷的冬夜變得溫暖。是你拉我來的。白鹿明明想裝作不在意，卻還是被他逗笑。別這樣嘛。王鶴棣靠近一點，眼底閃着頑皮。你明明也很想見粉絲的，我能感覺到。雙引號，白鹿沒有否認，因為他確實懂他。當第一位粉絲走進來時，驚呼聲同時在空氣中綻放。真的是他們，不敢相信。白鹿、鶴棣，是你們。雙引號，有人雙手捂嘴，有人當場落淚，有人激動得說不出話。那是一種純粹的情感，不是追星，而是相互陪伴多年後的重逢。白鹿握住每一位粉絲的手，輕聲安慰他們：別哭，別哭，我們都在。結果他越這樣說，對方越哭得兇。王鶴棣站在旁邊，雖然嘴上說着哎呀別哭啦，但他眼中藏不住的溫柔讓粉絲哭得更厲害。最令人難忘的是那個捧着海報的小粉絲。海報上是他們在電視劇中的合照，靠得很近，眼神深深交匯，像是真實的心動。小粉絲怯生生地說：我希望你們有一天能真的在一起。雙引號，空氣突然靜下來，連燈光都像暫停。白鹿的臉在口罩下微微發熱，而王鶴棣卻挑起眉，露出罕見的溫柔笑意。這一幕比任何宣傳照都要動人。見面會結束後，工作人員悄悄整理場地，他們從側門走上天台。風很冷，卻不刺骨。遠處的城市像是一片星海，而兩人在風中靜靜並肩而戰。剛才那個問題，你答得不錯。白鹿故作輕鬆。那當然。王鶴棣靠在欄杆上，我的讓他們繼續有期待嗎？雙引號，白鹿笑了，你到底說了什麼？雙引號，他側過頭，眼神意外的認真。也許是因為我對你的態度，讓他們覺得不是演的。雙引號，
白露呼吸微頓，他的話並不是曖昧，而是比曖昧更危險，是帶着某種真心的坦白。他想開玩笑，卻發現心跳在搶走他的台詞。正當氣氛莫名變得微妙時，白露聽見下面傳來動靜，探頭一看，樓下竟然站了一群等待已久的粉絲。他們既沒有被邀請，也不可能知道行程，卻奇蹟般找到了這裡。有人舉着手機，有人跳着揮手，有人激動得差點喊破嗓子。他們怎麼找到的？白露驚叫，王鶴棣卻哈哈大笑。看來我們今天逃不掉了。雙引號，他毫不猶豫地揮手，我們在這兒。雙引號，粉絲瞬間尖叫，白露忍不住笑出來，也跟着熱情揮手。風把他們的笑聲帶下樓，與粉絲的歡呼混在一起，成為冬夜中最明亮的聲音。他們在天台揮手、打招呼、比心、做可愛動作，仿佛不是明星，而是久別重逢的朋友。那一刻，沒有距離，沒有身份，只有愛與回應。回到室內，兩人幾乎同時鬆了口氣，那種從心底湧出的溫暖讓白露忍不住輕聲說：“他們真的好相信我們。”雙引號，王鶴棣站在不遠處，雙手插在口袋裡，目光溫柔的不像平日那個總是惡作劇的他。那我們是不是也該相信一下自己？雙引號，短短一句話，卻像冬夜裡突然升起的煙花，瞬間點亮了白露的心。他抬眼看見他的認真，他的篤定，還有他不願明說卻一直在表達的情感。那一刻，他的心輕輕的、悄悄地往他那裡靠近了一步。離開前，王鶴棣從包裡拿出一個小盒子，送你的。雙引號，白露打開，裡面是2枚雪花形狀的鑰匙扣，精緻閃亮，像冬夜落在掌心裡不會融化的雪。我們一人一個。王鶴棣的聲音輕得像風。今天這個夜晚值得記住。雙引號，白露捧着鑰匙扣，心被一陣暖意包圍。這是禮物，也像是另一個意義上的約定。冬夜燈光下的一切都如此真實，如此溫柔，如此讓人不敢輕易打破。那一夜，粉絲的淚光，他們的笑聲，天台上的風，心跳的悸動，都成了冬夜最珍貴的記憶。白露不知道未來會怎樣，王鶴棣也沒有說太多，可他們都知道，在那個被燈光鍍上溫度的冬夜，他們離彼此靠近了一點點，而這份靠近足以成為未來故事的開端。風從心口吹過，雪落成了他的名字。冬夜的空氣似乎還存留着昨天的溫度。白露坐在保姆車裡，指尖無意識地摩挲着那枚雪花鑰匙扣，銀色的邊緣在暖黃色的小燈下閃着柔光，就像那晚王鶴棣遞給他時那句輕輕的：“今天的夜晚值得記住。”雙引號，記住，是粉絲的笑，是天台的風，還是那句我們也要相信自己的低語？他也說不清，但心就是不安分地跳個不停。第二天早晨，劇組還沒開機，白露已經坐在窗邊發呆。窗外的上海依舊匆忙，街上的人來來往往，和昨夜一樣，卻又好像完全不一樣。他拿出手機，點開和王鶴棣的聊天框，光是看着對話頁面，他就忍不住回想起那句意味深長的“是不是也該相信一下自己”。正想着，手機亮了一下，王鶴棣，起床了嗎？雙引號，短短一句，像清晨的第一束陽光，輕得不真實，卻暖得過分。白露，早就起了，你怎麼這麼早？雙引號，王鶴棣，我怕你還在想昨晚。雙引號，白露瞬間僵住，他怎麼什麼都知道？他本想否認，但手指卻鬼使神差地停在屏幕上。過了幾秒，王鶴棣又發來一條：不過嘛，如果你真的在想，我不會介意。雙引號，
他無聲地吸了口氣，這個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有多過分？白露捧着手機，耳根一點點發燙。外面傳來敲門聲，露露，準備化妝啦！助理喊道。他連忙嗯了聲，收好鑰匙扣，理了理微亂的心緒。可心緒這種東西，整理得了嗎？拍攝現場依舊忙碌，演員走位，燈光調試，導演喊戲，一切如常。白露以為自己已經恢復平靜，但當王鶴棣推門走進現場時，他的平靜瞬間碎成粉末。他穿着戲服，笑着跟大家打招呼，然後目光一抬，精準落在他身上，像昨夜在天台那樣灼亮、溫和，又帶點別人看不見的深意。他走過來，靠得不遠不近。早上好，白老師。雙引號。白露深吸一口氣，早上好。雙引號。睡得好嗎？挺好。沒夢到我？王鶴棣。雙引號。他笑得得意，看來是夢到了。雙引號。白露被他說得無話可說，只能假裝翻劇本，但耳朵卻騙不了任何人，通紅得像被風吹過。導演看他們站在一起，忽然皺眉：“你們兩個今天情感狀態不錯啊。”雙引號。王鶴棣立刻接話：“那必須的，我和白露合作這麼久，互相懂得很。”雙引號。白露差點被口水嗆到。這個人到底知不知道害羞兩個字怎麼寫？導演似乎被逗樂，既然狀態好，今天拍2場情緒重的戲。雙引號。王鶴棣瞄他一眼，眼神像在說：“你看吧，這是命。”白露，你閉嘴。第2場戲是一場對視戲，需要他們四目相對，彼此心動卻不能明說。本來只是表演，可當王鶴棣看向他時，他驚覺那不是戲裡的眼神，那是真實的，深情、認真，帶着一點點讓人逃不掉的吸引力。導演喊開始，王鶴棣抬手輕輕捧住他的臉，那一瞬間，白露幾乎忘了台詞。他的手掌溫暖，指尖觸碰他的側臉時，他的心臟跳得像要撞破胸腔。看着我，這是戲裡的台詞，可他說的太像對他本人說的。他盯着他，看進他眼底深處，看見他鏡片後藏着的情緒，不像演戲，倒像是真心。1秒、2秒、3秒，導演突然喊卡，情緒太真實了，弟弟你稍微收一點。雙引號。王鶴棣笑了，導演，我就是入戲。雙引號。白露，你那是入戲嗎？你那是撩。午休時間，2人剛好都沒戲，被安排在同一間休息室，空氣安靜得奇怪。白露坐在沙發上喝水，他坐在對面玩手機，卻時不時抬眼偷瞄他。白露終於忍不住：“你今天是不是狀態有點奇怪？”雙引號。王鶴棣合上手機：“我哪兒奇怪了？”雙引號。你知道的。雙引號。他站起身，慢慢走向他，一步，一步，再一步。白露心開始亂跳：“你別站這麼近。”雙引號。王鶴棣停在離他僅半步的位置，低頭看着他：“白露，你真的感覺不出來嗎？”雙引號。白露愣住：“感覺什麼？”雙引號。王鶴棣沉默2秒，似乎在壓抑什麼衝動，最終只是伸手輕輕碰了碰他放在腿上的雪花鑰匙扣：“我送你的東西，你還帶着。”雙引號。白露怔了一下，他又輕聲說：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雙引號。短短一句，卻比任何情話都更讓人心軟。白露垂下眼，不讓他看到自己慌亂的情緒。可王鶴棣忽然彎腰，低聲在他耳邊說：“白露，如果我真的喜歡你，你會害怕嗎？”雙引號。他一下僵住，耳朵麻，心跳亂，呼吸停，所有反應都告訴他，他不是害怕，是
動搖，甚至是期待。他想反問他：“你說的喜歡是演戲還是真心？”但話還沒出口，導演敲門：“露露，弟弟，準備下一場了。”雙引號，空氣瞬間被切斷。王鶴棣退後一步，衝他笑：“走吧，白老師。”雙引號，白露深吸一口氣，試圖讓心跳恢復正常。可是，他知道一切都不會再像以前一樣了。當天拍攝結束得很晚，白露走出片場時，風中隱約有雪的味道，讓他想起那晚天台的風。他正準備上車，突然聽到身後有人喊他：“白露。”雙引號，是王鶴棣。他走到他面前，氣息略微急促：“我有句話想現在就告訴你。”雙引號，白露握緊包帶：“什麼？”雙引號，王鶴棣沉默了一瞬，像是做了一個巨大的決定，然後他抬眼，認真又堅定：“白露，我不是在演戲，我對你從那晚開始就是真的。”雙引號，白露怔住，風吹亂她的髮絲，卻吹不亂那句話的重量。她還沒來得及回應，王鶴棣輕輕補上一句：“你不用現在答，我等你。”雙引號，白露幾乎忘了呼吸。冬夜的燈光落在她的側臉上，讓那份真誠顯得格外清晰。這一刻，她終於明白，有些喜歡不是風吹來的，而是被心一點一點裝進去的。你走向我時，風都變得溫柔了。王鶴棣那句“我等你”，像一顆輕柔卻沉穩的石子落進心湖，漣漪一圈又一圈，久久不散。白露坐在車上，手指緊緊攥着那枚雪花鑰匙扣，指尖被邊緣硌得微微發痛，可比不上心底那種酸甜交織的悸動。他不是開玩笑，他是真的。風從車窗縫隙吹進來，吹亂了他的髮，也吹醒了一些他一直裝作看不見的情緒。他突然意識到，自己早已不是那種能輕易保持冷靜的人了。接下來的幾天，兩人的工作照常進行，但氣氛卻變得微妙，不是尷尬，而是曖昧的過分。白露拍戲時總能感覺到一束目光落在自己身上，而每當他抬眼，王鶴棣就會若無其事地移開視線，裝作在看劇本。他知道他在裝，他也知道他知道。這份若即若離的曖昧，讓每一場對視戲，每一次靠近，甚至每一個不經意的碰觸都變得不一樣。比如有一天拍情緒戲，他哭得肩膀輕輕發抖，導演喊卡後，他低着頭擦眼淚。王鶴棣走過來，將外套披在他肩上，動作輕得像怕碰壞他。哭這麼慘，心疼。雙引號，白露被他說的瞬間紅了眼，不是因為戲，而是因為被在意的感覺實在太真。1周後，劇組外忽然聚集了一小群粉絲。白露結束拍攝時看見他們，有點驚訝：“你們怎麼知道我今天來拍外景？”雙引號，粉絲們神秘地笑：“我們當然是跟着弟弟的行程找來的呀。”雙引號，白露。王鶴棣聞言差點被口水嗆死：“哎，你們別亂說。”雙引號，粉絲們卻越說越興奮：“弟弟每天都提你，直播也講你，後台還說你最近狀態特別好。”雙引號，白露愣住，臉開始發燙：“他說我。”雙引號，粉絲們齊點頭，說你可好了。雙引號，王鶴棣想阻止來着，但粉絲的熱情像洪水，完全擋不住。白露看着他：“你最近在說我？”雙引號，王鶴棣別開臉，耳朵卻紅得驚人：“就隨便說說。”雙引號，粉絲們，他才不是隨便說說。白露忍不住笑出來。這一刻，他突然意識到，他的喜歡不是秘密，不是私藏情緒，是連粉絲都看得見的光。那天在回程車上，
兩人難得坐在同一輛車，夜色溫柔，車窗外的路燈飛快掠過，光影一閃閃劃過彼此臉龐，像電影一樣美。白露握着水杯，小聲問：“你真的在粉絲面前提我？”雙引號。王鶴棣靠在座椅上，盯着窗外，卻突然說：“不是提，是忍不住。”雙引號。白露心跳一頓，他繼續說，聲音低沉又認真：“我發現，只要別人提到你，我就會不自覺接話；只要看到你的照片，我就會停一下；只要想到你，我就會覺得今天挺好的。”雙引號。白露的手不受控制地握緊了水杯，所以王鶴棣轉頭看向他：“我說的那些話，不是隨便說說。”雙引號。白露抬眼對上他那雙深邃溫暖的眼睛，那一刻，他感覺自己的呼吸都被他牽着走。幾天後，上海真正下雪了，這是難得的天氣，薄薄的雪落在樹枝上，在路燈下閃得像細碎的星光。收工後，王鶴棣突然說：“跟我來。”雙引號。白露愣住：“去哪兒？”雙引號。天台。雙引號。那個他們第一次靠近心意的地方。天台很冷，風吹得衣擺微微飄動，城市燈光像遠處的海，雪從天邊緩緩落下。王鶴棣站在燈影裡，眼神比雪夜還要溫暖。他走向他，一步一寸，慢慢縮短那段不算長卻讓人心跳如鼓的距離。白露。雙引號。他抬眼，在風中輕輕嗯了一聲。王鶴棣看着他，像在看一件珍貴的東西。那天我說等你，不是客氣，是認真的，因為我喜歡你，不是一陣子，是越來越喜歡。雙引號。白露的心像被雪花輕輕碰了一下，瞬間融化，卻又重新凝成一種更柔軟的情緒。他想退卻，卻發現自己根本動不了，不是被風凍住，而是被他的話溫柔地鎖住。王鶴棣靠近他，聲音低低的：“白露，你可以慢慢來，但別推開我，好嗎？”雙引號。白露看着他，看着他眼裡那些藏不住的情感，他終於輕輕開口，聲音軟得像會被風帶走：“我沒有想推開你。”雙引號。王鶴棣怔住了一瞬，下一秒，他笑了，那種從心底綻放，連燈光都比不上的笑。“那我就繼續靠近了。”雙引號。白露的心跳徹底失控，風吹過天台，雪悄悄落在兩人的肩上。這個冬夜，他們之間的距離第一次真實地縮短到只剩下心跳聲。